什麼時候能登上火星？按照馬斯克以前的計劃，他希望在2026年年底先携带機器人登上火星，2029年實現載人登陸火星，2050年完成100萬人的火星移民。雖然現在看起來這個時間有一點難以實現，但在討論什麼時候能登陸火星之前，我們需要先講一講為什麼一定要去火星。因為在整個太陽系裡，真正適合人類長期落腳的候選目標其實非常少。金星太熱，表面壓力高得像地獄；木星、土星是气態巨行星，連真正的地面都沒有；天王星、海王星太冷太遠；月球雖然近，但資源少，晝夜溫差極端，也缺乏像火星那樣像行星一樣完整的環境系統。但火星它不一樣。今天的火星看起來像一顆死星，大气稀薄，液態水難以長期存在，表面遍布塵土和干涸河道。但越是研究火星，人類越會意識到一件很震撼的事，它以前可能不是这個樣子。NASA 近年的火星科普頁面反覆強調，火星之所以值得去，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，它在遠古時期曾擁有更厚的大氣，更多液態水，甚至可能存在長期穩定的湖泊和河流。像勇气號、機遇號、好奇號、毅力號這些火星車，過去20年一直在做一件事，尋找火星曾經更像地球的證據。好奇號任務頁面明確指出，它在蓋爾隕石坑發現了古湖泊環境和有機分子線索，說明那裡曾具備微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條件。火星的曾經極有可能像地球一樣，擁有過更厚的空氣、更穩定的水，甚至更適合生命存在的年代。那為什麼要去改造這樣一顆已經失敗了的星球呢？因為地球並不是永遠安全的，人類有需要在別的地方留下一個文明備份。當然，今天沒人會認真說明天就集體搬去火星，因為目前人類的航天能力還遠遠談不上大規模的星際殖民。在所有談論火星移民的人裡，馬斯克無疑是最直接的那個。他的目標從來都不只是去一次火星，而是建立一個可以長期運作的火星運輸體系。SpaceX 官方對星艦的定位寫得非常清楚，它是一套完全可重複使用的運輸系統，目標是把人員和貨物送往地球軌道、月球、火星及更遠處。它的設計載荷能力是100至150噸完全複用，一次性使用時甚至可達250噸。這句話其實已經說明了馬斯克火星計劃的核心，他不是想用一艘很貴、很珍惜、一次性使用的飛船去火星，他真正想做的是像建一條星際航線一樣，把去火星這件事從一次傳奇壯舉，慢慢變成一種可以重複執行的運輸能力。目前的星艦已經做到了可重複回收使用的能力，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卡住了總體的進度，軌道加注。因為去火星不是簡單發射一艘飛船就夠了，星艦要想真正離開地球去往月球或火星，必須先在近地軌道上完成燃料補給。一艘星艦需要在軌道上由多艘加油船、儲罐船進行推進劑轉移，之後才能繼續執行深空任務。但目前的星艦進度仍處於密集的軌道飛行測試階段，想要實現完全大規模可重複使用和軌道加油技術，仍然需要大量的實戰驗證。這意味着，星艦真正去火星的前提，不是它能不能發射，而是它能不能在軌道上可靠地把大量低溫推进劑導來導去。實現了這個，才能進行後續的無人火星任務，甚至更久遠的載人登陸。現在看來，2026年無人登陸，2029年載人登陸，2050年100萬移民這個火星時間表恐怕是不太可能了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公開宣言，而不是已經鎖定的發射日期。況且馬斯克在今年年初已經明確表態了， SpaceX 的重心已顯著從火星轉移到月球任務上。原定更早的火星任務被推遲， SpaceX 計劃在2027年進行無人登月任務，並希望在10年內建立首座月球城市。所以載人火星登陸現在看起來是有點遙遙無期了。如果一切順利，最早也要等數十年才能實現載人去到火星。而真正去談大規模的火星移民、火星城市這種長期存在，可能已經是屬於下一代人的故事了。